今天過小年，我回家跟父母吃飯，然後不可避免的也被催婚了。然後我爸爸媽媽說我读研讀壞了，讀研究生，所以讀多了書就找不到對象，不該讀這個書的。我今年34歲，未婚未育，明天要回老家過年了。我知道我即將會面臨7大姑8大姨的瘋狂催婚。你們有沒有發現，就算你一个人過得很好，只要你沒結婚，在他們眼裡就是一無是處。中國城鄉的性別失衡十分突出，農村地區的中青年未婚男性數量逼近3000萬，而城市裡卻有1億大齡剩女難以找到理想伴侶，形成了奇特的反差。杭州曾舉辦過一場規模不小的相親活動，本以為會是一場熱熱鬧鬧的愛情盛宴，結果卻出人意料，現場竟然沒有一位男性現身，場面令人錯愕。活動當天，主辦方布置得十分用心，各類互動環節一應俱全，希望單身男女能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彼此認識，增進交流。然而，隨着活動開始，人們卻發現一個頗為尷尬的狀況。寬敞的會場裡，放眼望去全是女性，幾乎看不到男性的身影。起初，不少人以為這是主辦方刻意營造的噱頭，用來吸引關注。但不久後，便有人透露，報名的男性本來就屈指可數，最終更是沒有一位到場。這到底發生了什麼？原來背後的原因並非那麼簡單。在現在的相親大會上，房、車、存款不再是加分項，而是入場券。對於很多還處在奮鬥階段或家境平平的男性來說，去相親大會不像是尋找愛情，更像是當眾受審。擔心在相親現場遭遇尷尬，甚至覺得參加活動是自取其辱。10年產生了1個億的剩女，被毒雞湯耽誤的社會底層的女性到底該何去何從？據最新的數據統計，我國適齡的未婚的女性已經超過了1個億。某婚介所紅娘也指出大齡剩女有一個統一的心態，就是不合乎標準，寧可單着也不委曲求全。而他們篩選男性對象的標準，幾乎都來自於網絡流行的毒雞湯，就是什麼女人是用來疼的，用來寵的，真正的愛就是無條件的包容你所有的毛病。被這些話帶偏的大齡女性，既想要自由又盼着婚姻，就在這種自相矛盾裡，一步步成了別人口中的大齡未婚。過完年就36歲了，沒有結婚，也沒有孩子，爸媽年齡也大了，覺得自己很不孝，也沒有朋友。告訴你們一個很恐怖的大數據，我們中國有將近1個億的大齡剩女，光棍呢才3000多萬。按道理來說，中國的男女比例是失調的，不應該有女孩子剩下來，但恰恰相反，這將近1個億的大齡剩女就剩下了。我33歲才結婚，以我過來人的經歷告訴你，如果年輕的姐妹們還想結婚的話，一定要趁早。30歲就是一個分水嶺，20幾歲的時候呢，追求對象一大把，你還可以挑一挑。到了30歲的時候，你明顯感覺到你的選擇越來越小。博主坦言，隨着年紀漸長，想要孩子並不是件輕鬆的事，一旦錯過了最佳時機，可能會留下終身遺憾。他自己33歲結婚，35歲生下第一個孩子，如今已經38歲了，還希望再要一個，但備孕了很久，始終沒有結果。正因為親身經歷了這些，他才覺得婚姻和生育真的要趁早考慮。我今年34歲，未婚未育，今年回家過年是我有史以來最難過的一年。那天我剛到家，我媽就跟我說，你馬上35歲了，今年再不結婚就沒人要了，生不上孩子了。我說我已經很努力了，你把我逼死也沒有用。說完之後我又很愧疚，我一個人躲在房間裡面偷偷的抹眼淚。回家之前我發了一條視頻，我說我回去之後就會面臨瘋狂的催婚。很多粉絲給我留言說，那你為什麼要回家呀？你不回家不就好了嗎？但說實話，做不到，真的做不到。我相信大多數人都跟我一樣，因為我們是能夠感覺到父母是愛我們的，是想對我們好的。博主阿朱說，這幾天回家，他發現媽媽似乎有很多話想對他說，但又總是欲言又止。
因為兩人都心知肚明，只要一開口，最後就會變成爭吵。阿朱自嘲地說，在媽媽眼裡，我的人生好像只有結婚這一件事。我沒結婚，她就覺得我的人生不完整。有網友留言，有一點你想錯了，父母催婚不是為了完成他們的責任，而是他們不想等到他們離開了，剩下你孤零零一個人在這世上。你壓根就不懂中国父母的那種愛。我在農村躺平的那段時間，有一段时间我也真的很想結婚，我也动過這種念頭，就是每天被催婚啊，被問啊有沒有對象啊，哎呀，你這樣下去可怎麼辦啊？然後那種感覺就是你感覺你明明什麼都沒有做錯，但是好像我整個人生都要完蛋了啊！我有時候真的有時候會想，要不就算了吧，趕緊找一個人結婚吧，隨便找個人結了得了。博主說，每次冷靜下來仔細想想，他發現自己真正渴望的並不是婚姻本身，而是一種讓人安心的依靠。於是他開始反問自己，如果現在結婚，我的焦慮真的會消失嗎？两個人的生活節奏不一致，會不會反而更累？越想越覺得進入一段關係未必能減輕壓力，甚至可能讓他更加焦慮。想到這裡，他也就慢慢放下了結婚的念頭。女生有哪些行為會讓男生打消結婚的念頭？這位博主談了他的看法。第一種情況呢，比如你和男生出去約會個5次吧，你1毛錢都沒付過，這種行為會讓男生失去和你長期發展的想法。禮物往來也是如此。我之前就碰到過一個男生和女生談戀愛時，前後給這女生花了大概20個 W， 可女生回贈的全都是10元店的小物件或者免税店的贈品，男生是實在難以接受啊，最終2人以分手為結局。在這個時代呢，要是女生沒有一點回饋意識，大多數男生是沒辦法接受的。昨天我媽要開始1年1度的催婚模式了。我今年33歲了，之前從來都沒有跟家裡面說過不結婚的想法。這幾年不是回老家發展了嗎？我媽看我都30多了，就一直催我，我才跟家裡坦白說我不想結婚，沒有這個想法。前2年呢，她還一直在勸我，直到我把這個店開起來之後，她才催的少了，說的少了。然後昨天她又突然發了一個照片給我，親戚介紹的，讓我去見見，我就直接拒絕了。她就說我思想有問題，怎麼那麼差勁，然後還說我太倔強了，怎麼說都說不聽。博主說，媽媽讓他趕緊找個好歸宿，不然以後肯定會後悔的。還勸他說，如果能找到一個好男人，也能替他分擔一些債務。博主說自己現在沒有心情，也沒有時間去了解別人，就想好好的掙錢，把這個店幹好，早點把債務還清。對，我就是那個有問題的30歲女性，未婚未育，沒房沒車，存款呢剛好應急，父母也是普通的家庭，給不了我什麼托舉。但是我今天想坦白的聊一聊，我到底問題出在哪兒了。首先我覺得我的問題可能就是太清楚自己想要什麼了。24歲的時候，我覺得該結婚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就問我自己，我除了社會的時鐘，我真的準備好組建家庭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博主說，她是一個沒有家庭依靠的女孩，每一步都得靠自己闖。別人在談戀愛的時候，她在職場上拼搏，她並不覺得自己的人生在30歲停滯了。相反，她覺得30歲像是一次重啟，對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認知，心智也變得更成熟。這種成長讓她擁有了掌控人生的底氣。今年过年回家，你們有沒有被催婚呢？對呀，你沒聽錯，我被催婚了。95年的我過完年馬上31歲了，沒學歷沒背景的我一個人在山東濰坊上班，媽媽給我下達了命令，今年過年回家必須要帶一個男朋友回去。今年如果還是帶不回去，就會讓我七大姑八大姨瘋狂的給我介紹相親對象。博主說，他並不是一個孤身主義者，一個人走夜路的時候也會害怕，一個人吃飯的時候也會覺得有些孤獨。他當然也期待愛情，只是如果為了結婚而結婚的話，他寧願選擇孤身一個人。這位博主說，他並不抗拒婚姻，只是當下還沒有想要開始一段關係的打算。至於原因，他也坦誠地分享了自己的想法。
我現在去婚戀市场，我大概率就只能找到一个跟我家差不多或者比我家稍微强那么一点的人，那就意味着我可能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创业，我可能被迫就要去找个工作。第二，我这个年紀如果现在結婚了，馬上就會被催生，也就是說我馬上就要進入備孕狀態。如果我要去找工作，大齡已婚未孕，企業第一個看的不是你的資歷和能力，而是想着你會不會一進來就生孩子，那麼我就有可能面臨要有一段時間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然後自我內耗、焦慮，還要面臨男方家裡的質疑。博主表示，如果他生了孩子，就要看男方的父母能不能過來幫忙帶孩子，好讓他騰出手出去工作。一旦對方的父母介入了，就很可能會有婆媳矛盾。如果孩子只能由他自己照顧，那他勢必無法外出上班。遇到體貼、願意共同承擔家庭責任的伴侶還好，倘若對方不願分擔，甚至態度冷漠，他很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困在家庭角色裡，逐漸失去經濟自主，只能伸手要生活費，看人臉色行事，生活只會越來越艱難。現實中有不少人並不適合走進婚姻，比如那些不負責任的，生了孩子卻不願承擔養育義務的，或者總是拈花惹草、感情上不專一的人。這位博主說，在他身邊還有一種人同樣不太適合結婚，就是那些喜歡獨處的人。他們一個人生活的自在又滿足，這樣的人還挺多。我舉個例子啊，我有個同事，就是有點胖胖的，我具體名字他就不說了啊，有點胖胖的，他家裡面條件特別好啊，他爸媽在他們老家買了房子，在我們昆明市也買了房子啊，包括在貴陽啊，給他買了很多房子，然後包括商鋪。你說這種條件，你說他但凡他對女性感興趣，你說他缺嗎？他不缺，但是他也不是同性戀啊，知道的，他不是同性戀，但是他有個什麼特點呢？就是他獨處特別自洽啊，就是他對女性一點都不感興趣。然後呢，每天這個下了班啊，你比方說休息的時候，就在他的那個小房間裡，電腦一打開就打遊戲啊，這個打累了是吧？有輛代步車，開着小車出去啊轉一圈，出去吃個火鍋，吃個燒烤啊。博主認為，這類人天生偏愛獨處，享受自己賺錢、自己花的生活方式。一個人待着時，他們會感到格外自在、輕鬆，毫無束縛。一旦進入婚姻，他們習慣的自由與空間往往難以維持。正因為如此，他覺得這種性格的人不適合結婚。家人們，快救命啊！你們說我嫁不出去的原因是因為這3個要求嗎？我今年36歲，沒有結婚，沒有孩子。和我結婚，我不要房，不要車，不要彩禮，也不要3金5金，只要滿足我這3個小小的要求就行。第一，結婚後你一定要對我好，寵我，疼我，不能嫖，不能賭，不泡吧，也不能玩股票。第二，結婚後不可以家暴，不背叛。第三，百善孝為先，一定要孝順雙方的父母，對他們好。我挺討厭我姐的，我跟你講，都聽過父母催婚，沒聽過姐催婚吧？我姐催婚呢，她讓她像我這麼大的時候，我外甥都幾歲了。以前呢，我還能找借口說我沒有嫁出去是因為我要花精力時間來照顧我父母。她現在倒好，她直接從廣州回陝西了。她說以後父母的事兒我別操心了，我就專程一心找對象結婚生子，解決自己終生大事，父母的事兒她來管。她先把父母直接接走，跟她住在一起去了。那我以後還找什麼理由呢？我這個是嫁不出去，真的是沒有道理可言了呀。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感謝您的支持，我們下期節目再見。